好，接下來我們要持續的關心到的是美以的戰爭會停火嗎？看起來是沒有辦法了。納坦雅胡他去炸了伊朗的最大油田，但是他後來又承諾不會炸了。發動戰爭的原因現在正式的曝光，是不是美以在這一場戰爭當中可以聯手賺大錢，所以要打這一場仗呢？我們今天一起來做關心。好，3個火線話題，今天請來賓幫我們特別做解答。第一個，納坦雅胡一向是強硬，為什麼這時候突然間決定停手，不再轟伊朗的最大能源設施了？那為什麼川普又要拖住這個納坦雅胡，要他不要再打了呢？美以現在在戰略的策略上面有沒有出現一些裂痕呢？這個是第一個問題。接下來第二個，我們會關心納坦雅胡他最新提出來的，接下來他要鋪設中東的能源管道，而且這個管道是直達以色列的港口的，是代表這個是以色列真正的野心嗎？他其實就是希望控制整個中東的能源命脈，掌控全球能源嗎？但是，以色列有這樣的想法，中東國家會甘心被架空嗎？第三個問題，今天來關心的是伊朗，它攻擊卡達的能源設施，全球天然氣價格也因此暴漲。美國卻因為填補缺口在石油上面、能源上面的缺口，我們可以看到他們廠商反而是股價狂飆啊！這場戰爭難道又是一個赤裸裸的以美國利益為操作的戰爭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我們會一起來做關心。好，這一場意外是發生在18號當天，怎麼回事呢？以色列當時他悍然的出手，直接轟炸的就是伊朗它最重要的能源設施。等一下我們會一起來關注到，同時也是全球最大的天然氣田，這個是南帕爾斯火光四射結果伊朗就進行了報復。反手狂轟在卡達跟沙烏地阿拉伯這邊的工業區，導致卡達的這個叫做拉斯拉凡工業區瞬間爆炸。革命衛隊說了，接下來油價會到$200。這個時候呢，我們看到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趕快出來喊話了，他說，接下來我們會遵從川普的要求，不會再攻擊伊朗的能源設施了。針對伊朗南部的這個天然氣田相關設施的攻擊，是我單獨行動，是我自己決定的，好像要幫忙劃清界限。那川普事實上他也在這場攻擊前，他曾經說過，我告訴過他，就是納坦雅胡不要這樣做，他不會再做了。我們的關係是很好的，行動是協調的。好，所以節目一開始特別請教將軍怎麼看？第一個，為什麼納坦雅胡的態度一向強硬為什麼這個時候好像軟化下來，他決定不再攻擊伊朗的能源設施了？川普為何要求以色列不要炸天然氣田呢？那美以的戰略現在有沒有分歧？將軍怎麼看？第一個我們要知道這個美國川普跟這個以色列納坦雅胡他們的戰略目標是完全不同的，因為納坦雅胡他的主要戰略目標就是要斷掉伊朗的這種作戰的這種潛力我將你油田炸掉，將你的能源設施摧毀之後，那你的油賣不出去，你就沒有錢，沒有錢你就沒辦法這個製造你的導彈就沒辦法對我以色列攻擊，我以色列就可以確保我的安全。可是美國這一次我們看出來，美國川普來講的話，他瞻前又顧後的，因為如果說這次他負擔的責任比以色列要大很多，他要考慮到自己國內的通貨膨脹，要考慮到他的期中選舉要考慮到盟國的態度，所以說這個川普顧慮的事情很多。那我認為這次以色列納坦雅胡是刻意去炸這個油田炸這個天然氣。天然氣的這種，所以南帕爾斯天然氣的這種天然氣田，炸掉以後，就是要把美國拖進這場戰爭裡面，讓美國沒辦法脫身當然，你要知道，去炸這種油田對全世界來講對川普來講的話這個是殺敵1000，可是自損會10000。因為我們現在看到這油田一炸，昨天這個包括到能源的價格立刻就暴漲其實最傷的是美國。我認為這場戰爭打到現在，已經不是一場純粹軍事上的衝突，而是變成一場混合的戰爭，尤其是說已經變成一場能源的戰爭。那納坦雅胡也看出來美國的这種短板在這個地方，我只要去炸油田，你就必須這個反擊。如果說伊朗就會反擊伊朗如果反擊，造成全球的能源價格暴漲，那苦的是誰？苦的是川普。川普可以說現在就是啞巴吃黃連，有苦說不出。納坦雅胡做的這種動作，其實是陷川普於不義。所以，但是我不認為納坦雅胡這個他講的話會算話。他說：“我以後不再炸油田了。”
那我們從以前幾次的戰鬥這次這個美國跟伊朗的戰爭，我們從幾次的戰鬥都會看出來，能源是美國最大一個短板哦。譬如說第一次以色列去攻擊伊朗的油田，我們都知道造成所謂德黑蘭下了黑雨，那時候美國就罵了髒話，罵以色列罵髒話，你幹嘛去攻擊油田？那讓伊朗更有師出有名去攻擊周邊海灣國家的能源設施哈。那第二次我們看到美軍去炸哈克爾島哈，哈克爾島炸了半天，其實他只炸軍事設施，他並沒有不敢去攻擊伊朗的能源設施，因為他知道如果攻擊伊朗能源設施攻擊的話，那後面伊朗報復起來會造成全球的一個通貨膨脹。那這一次這個以色列，我覺得他是刻意去攻擊這個南帕爾斯的天然氣田然後讓伊朗來反擊。那伊朗當然這次就毫不客氣啊，就對，包括到這個沙特啦、阿聯酋啦、卡達啦這些天然氣攻擊，那當然伊朗沒有在怕的啦。我們看出來，伊朗這次就準備拼個你死活，因為如果說造成全球的通貨膨脹，最不利的是美國嘛，因為美國雖然說美國自己有產油，可是當能源漲價、油價格上漲之後，最傷的是美國老百姓。所以我覺得這個是川普的短板。那這場戰爭已經變成一場能源大戰。好，這場能源大戰，這個看起來美國相當的不利，但是也沒辦法，对美國相當不利，但是也沒辦法。現在川普似乎就是被納坦雅胡牽着鼻子走。那納坦雅胡的動作還不止如此，他現在有一個新計劃，那也被視為是為什麼他這一次要發動這一場攻擊的原因，是這樣嗎？我們來看一下他怎麼說。他說，接下來他想要做的事情是鋪設石油、天然氣的管線，能夠讓他這個能源穿越到阿拉伯半島，直達以色列地中海的港口。畫面上我們來看到，他希望先的從海灣國家就能消除对於這個荷姆茲海峽的瓶頸。他說這是他後來他思考的戰後最大的一個變革。那是不是主要以色列就是想要掌握全球的能源命脈，包括天然气跟原油呢？那汉庭又怎麼看？想是想了，但現實上也做不到。我們先說一下他的這個計劃。第一個呢，當然是能夠躲避掉這整個荷姆茲海峽被封鎖，對吧？你封鎖歸封鎖沒用，因為我有另外的一條道路。那第二個呢是，如果它一旦能夠建成的話，那以色列呢，它就能夠從單純的能源进口國，然後呢跟这个所謂的這個紛爭國家搖身一變，它就成為了守護大家能源，並且呢，如果歐洲都需要油的話，還要從我以色列這邊拿，都從我以色列這邊出，我還可以收過路費。那而且一旦建成，那像是沙烏地阿拉伯啦、阿聯酋啦這些產油國家的經濟命脈，就會跟以色列有深度的綁定。那這不僅是能夠帶來純粹金錢上的收入，而是以利益作為一個紐帶，那把這些國家通通都跟以色列團結起來。但是呢，這個想得很好，現實上根本不可能。第一個是政治障礙，中東這些國家這昨天才共同發布聲明，譴責以色列的軍事行動。所以我怎麼可能昨天譴責完你，然後馬上跟你來開發合作？根本不可能。而且第二個，這個主要的目的是說，我們要繞過荷姆茲海峽的封鎖。那現在已經有啦，已經有替代這個的管道啦。首先呢，這個沙特就有東西管道，阿聯酋也有叫哈布尚富查伊拉管道。雖然它的運力總和不及荷姆茲海峽，但是呢，這兩個管道都是由本國完全掌控，很安全。如果再搭配以色列，還要再搞一個新的，我還要再經過約旦，那未來這個風險不是轉移到你身上而已嗎？仍然有風險。而且第三，那我跟以色列深度綁定，那我不就變成是伊朗的這個靶子了嗎？那未來我會不會遭到這個什麼黎巴嫩的這個攻擊跟襲擊？我還要耗費大量的成本去維護，還要躲避這些攻擊。而且最關鍵第四個，遠水難救近火嘛。蓋一條管道要多久？好歹要10到15年，要投入上千億的美金。那現在能源不夠，你講以後10年的事情有啥用呢？所以就是理想很豐滿，現實很骨感。好，那我們也看到，那這一場能源戰打到最後，到底是誰獲利呢？除了以色列希望能夠掌握能源命脈之外，現在看起來，難道美國跟以色列也有從中獲利嗎？我們來繼續看下去哦。這一次這個伊朗的報復行動攻擊到的，剛剛提到的是卡達的天然氣工廠嘛。那確實也因為如此哦，所以呢，它的廠區17%的產能就被摧毀了。這一個工廠本來它出口到的國家包括了有意大利、比利時、韓國、中國等等，現在這些合約就等於是幾乎作廢，全部暫停。那現在預估這個產能要修復要3到5年的時間，天然氣
價格當然是一瞬間狂飆了35%哦。现在各國都在掀起的是搶氣大戰。那現在來看到是不是美國有因此受惠呢？因為我們來看到天然氣的產量，目前第1名是美國，第2名是俄羅斯，第3伊朗、中國、加拿大跟卡達等等。我們看到美国的天然气的公司的股價更是在這個股價方面也表現出來是狂飆升的，所以看起來，難道這個天然氣的波動是在美國這當中有因此受惠嗎？將軍怎麼看？我認為它是有受惠，因為天然氣價格如果因為戰爭的關係而減產，那美國是第1大天然氣的生產國，它大概每一年大概將近1兆，就是1萬億立方公尺，当然它就把它液化，你要運出去不能只是氣嘛，你把它液化。我們家裡面的桶中瓦斯都是液化天然氣，都液化是這樣。那美國世界上儲量最多，然後現在產量最大，那當然賺了錢。但是問題是因為伊朗戰爭呢，所以它是賺小賠大。天然气你賺了，但戰爭的那費用，你看剛剛看到要加2000億耶，目前的已經打了3個禮拜，已經花了200億美金呢。天然气能夠賺多少？賺不到多少，但是你賺小賠大，所以當初我認為他這個美國戰爭有失算，造成戰爭外溢。為什麼？伊朗的對等報復發揮的功能。那個以色列只要炸伊朗的油田，他也炸油田；以色列只要炸他的煉油廠，那伊朗也炸煉油廠。哇，那這樣子，那大家現在川普講，別再炸了，你再炸的話，我們現在的產能都不夠，全世界都會造成能源荒，是這個樣啊。所以伊朗的對等的報復產生了效果，所以這個川普有約束納坦雅胡不要再炸了，是這個意思哦，因為會造成全世界的恐慌，不是只是美國跟以色列的問題，所以這個戰爭呢已經外溢到人員的問題去了。那美國當初失算，美國過度樂觀，打4天，現在已經進入第四個禮拜，因為已經3個禮拜打完了，還沒有看到還沒有一些效果啊，那外溢了，那或者說失控。然後他認為人民會揭竿而起，結果沒想到現在好像越打伊朗好像感覺到越團結，裡面的這個示威抗議遊行好像變成不見了嘞。那換句話說，可能伊朗內部的內聚力產生了，那會造成美國跟以色列這方面壓力會變大，是不是這樣子？然後另外一個戰損也變多了，以色列跟美國的戰損變多，戰損變多壓力就更大。所以你因為戰損多，美國沒有第一級奏效，而造成美國國內這個人民支持這個美軍對伊朗動武，整個是貼在谷底，根本沒人要支持，沒人要打仗，好像這個穩賠不賺。你賺天然氣算什麼？那小小的啊，但是你丟掉是整個大的。所以一直來看的話，就是最重要症結在什麼地方？欠缺了戰爭的正當性。是以前伊拉克戰爭、阿富汗戰爭，那是聯合國授權，那這一次對伊朗動手，聯合國完全沒有授權你就動手了，而且還在談判當中動手。你這個是在戰爭道德上面就居於下風，所以你怎麼樣說服老百姓，老百姓都不支持。那所以因為戰爭外溢到，感覺到美國跟以色列還蠻吃力的。好，謝謝將軍。那我們休息一下，馬上回來。地緣政治、美中之爭、戰略價值、強權崛起、小國生存，現在與未來洞悉事件走向，掌握世界脈動。全球觀點盡在環球